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耀耀 TV。这一支影片是从第7天的行程开始。这天我们要再次返回布里斯本，这已经是我们第3次，也是最后一次搭乘国内航班。乘坐的是维珍航空，虽然是廉价航空，没有提供飞机餐，不过还是有附上饮料哦。美丽的小姐，打扰您了，这是您点的茶，请满用哦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妈妈，你剪片又乱剪了，她哪有喊美丽的小姐？直接无视我的问题耶！飞机预计中午抵达，下午的行程有市政厅、乔治王广场、南岸公园及袋鼠角。老实说，以上行程都很无聊。我个人觉得台北宾馆比市政厅更好逛。南岸公园呢，就是让我们看看澳洲人如何享受生活。袋鼠角就是到此一游的概念了，待个10分钟就会想离开了。OK， 第7天行程介绍完毕。妈妈，可以起身了，准备下飞机吧。今天下午行程比较无聊，就当做休息吧。明天是期待已久的海豚岛，我们不要玩太累，把体力留到明天。好，各位贵宾，我们先去吃午餐，再开始走行程。大家应该都有感受到布里斯本的风蛮大的吧？我一下飞机，手机就一直响。原来是明天要去的海豚岛业者来电说，今天布里斯本风大，预估明天晚上海豚不会靠岸，所以没有海豚可以喂。啊，好可惜哦。不过海豚不来也没辙，幸好还可以滑沙踏浪。我这样说的意思就是要跟你们换行程。哦，是明天跟后天的行程对调吗？也是可以啦，这样后天也许有机会喂到海豚哦。换行程就是不去海豚岛了，改去别的地方。我会回报公司，看改去哪里玩，也要请大家签名表示同意更换哦。什么？无法喂海豚，就连海豚岛都不能去了吗？我可是为了海豚岛才加价报名这个行程呢，不然我就参加纯东澳3城的行程就好啦，干嘛多花钱报名这个行程？大家都是为了海豚岛才报名这个团的吧？都没有意见吗？为什么都没有反应？我以后再也不会来澳洲了，这次不去就再也没机会了。没海豚，连沙都不能滑，海都不能摸了吗？怎么大家都不讲话？这样最恐怖了。通常不讲话都是有意见的。其实我们公司还有提供住在海豚岛1晚的行程，以后大家可以报名这个行程，这样一定就能去海豚岛了啦。午餐是港式饮茶，但才刚接收行程更改的坏消息，这顿午餐实在无法好好享受。奇怪，没有海豚就不能去海豚岛吗？对呀，导游刚刚在车上也说，预计这阵风今晚半夜会离开，所以明天就没风了。为什么不能去？下午除了既定行程，导游还加码带我们去参观动物博物馆。在导览的过程，我内心都期盼着有没有翻盘的机会。然后自由参观期间，导游在群组传了业者寄来的通知信，经由 GPT 翻译，内容如下：由于天气预报不佳，您原定明日的夜间船班已取消，请选择以下其中一个选项。选项1，改参加沙漠探险1日游经典行程，上午10点出发，下午4点返航，不含晚餐。选项2，更改日期。选项3，取消并退款，请尽快回复我。什么？明明有登岛的选项，为什么导游问都不问，直接选择取消并退款？好想去跟导游反映哦，但我不敢去抗议，导游会不会觉得我很机车？都说不去了，还吵着要去，而且看团友都很淡定哎，好像去不去都可以。如果是这样，大家干嘛多花钱参加这个团啦？最后每人退费100澳币，约台币2000元。考量我们是亲子团，酒庄跟游乐园之间选择了后者。唉，报团之前我和彤彤就没打算去游乐场，没想到最后还是去了。晚餐前，导游在车上解释不去海豚岛的原因。如果明天我们去海豚岛，是10点坐船出发，因为没海豚，晚餐也不供应了，4点就要搭船离开，还可能因为风大，船更晃，晕船吐到不行，人不舒服，才玩4-5个小时，还没有晚餐吃，我这不干呢，根本就不划算。导游先生，为了海豚岛，我连晕车药都准备好了，都花钱花时间飞来澳洲了，就算晕得半死，我也甘愿呐。没有海豚，只玩半天，没有晚餐，我都可以接受。但你怎么一句话都没问，就替大家做了决定？如果有投票，多数人不去，我也认了。只是你怎么连问都不问呢？妈妈，我觉得导游先生好像不想去。
可能已经去过很多次。游客在海豚岛上如果身体不舒服，他要处理也麻烦，干脆不去比较省事吧。可是除了就地重游的一家4口跟我们，好像其他人都没有意见呢。算了，自己也没用，都当妈了却不敢反应，只能在心里发牢骚了。晚餐是西式排餐，导游趁上菜空档，请大家签署更换行程的同意书。不想签又必须签的心情就是这样吧。我们家可以不去游乐园吗？可以明天早上先开车载我们去坐船吗？我们还是想去海豚岛。这个我要先回报公司，因为所有的行程异动都要回报，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。只有你们家要去海豚岛，我也要通知，看公司怎么安排。原来不是只有我们和就地重游的一家4口想去海豚岛，我以为大家都没意见。如果你们要去海豚岛，那我也要去。哼，算了，不要为难你了，我签名啦。没有翻盘的机会了。算了，这次能出国玩11天，已经是天方夜谭了。晚上6点半到饭店休息，我的心情不美丽，甚至比彤彤还要低落。也许大家觉得下次再来就好，可我不是人生胜利组，一年也无法出国3、5次，时间、金钱和体力都有限，我想用在体验不同的国家。妈妈，你不要难过了啦，你还很年轻，以后还有机会再来，不像我只会来这一次，感受不一样。妈妈，那以后换我带你来，只是你要再等我一下下。彤彤，谢谢你，不愧是妈妈的宝贝女儿。未来的事很难说，但听到彤彤这样安慰，心情有好一点了。第8天早上7点半晨换，9点15出发。如导游所说，大风在半夜就走了。听到团友碎念，天气这么好，可以去海豚岛啊。说再多都于事无补了。梦幻世界乐园是我们今天的行程，除了游乐设施外，还有一些动物可以打发时间，也可以跟无尾熊合照。但最后一天在昆仑滨生态园区已有跟无尾熊合照的活动，这里就先跟雕像拍吧。原本最后一天才会看到的袋鼠，也先提前体验了。吃一口，有味道了哈。他有吃完吗？有。真的、他吃完了，我以为他只是吃1、2口我们在梦幻世界玩了2个游乐设施，第一个是等了45分钟的采矿车，第二个是导游推荐必玩，等了1个小时的飞行剧院。下午2点多，彤彤的同学珍珍请我们吃午餐。用餐后，我们漫无目的的闲逛，发现还有没踩点的完美景点，于是剩下的时间都拿来拍照了。晚餐前应大家要求，导游跟我们30分钟逛超市，我们买了优格及草莓，打算晚上在饭店吃。第8天的行程就在德国猪脚的晚餐中画下句点。剪辑这支影片纯粹是分享自己旅游的故事，没有要旅行社或导游回应。我们自己在第一时间都不说话，可能跟我们这代从小受的教育有关。温良恭俭让，大人说的永远是对的，小孩子闭嘴就是。也可能大家都是带小孩子来玩，总不可能在小孩面前失态吧。虽然为了海豚岛，短裤、GoPro、心情都准备好了，去过的朋友也许会说，海豚岛其实没什么但我就是想去啊。就像爬过金字塔的人会说，金字塔很闷，尿骚味很重，里面也没什么。建议来埃及的朋友不要再花钱进去了。凭什么？自己体验过却叫别人不要尝试？我就是要进去，因为我知道我不会再来了。这一次不进去金字塔，就永远没机会了。离题了。总之，这一次海豚岛行程取消，担心晕船的松一口气，不怕晕船的叹一口气。未来有参加海豚岛行程的朋友，在这边先祝福你们可以顺利登岛，玩得愉快哦。